在我左边手上的就是2011年年初登场的 Galaxy S 系列手机，右边的选手则是2022年年初发表的 Galaxy S22 Ultra。究竟这个11年之差，新秀和传奇的相见能够擦出什么火花？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在我桌上呢，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在废品区偶遇的一台三星手机。其实第一眼我还没有认出来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背盖，哇，也太特别了吧！殊不知用 Google 智慧镜头一拍，才发现这一台小手机居然大有来头。我们直接来开机吧。它就是第一个世代的 Galaxy S 系列。11年过去了，第一世代的 Galaxy S 系列究竟跟11年后2022的 Galaxy S22 Ultra 有哪些不同呢？欢迎来到我们全新的老机帮你新开系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既然说是新的系列，老机帮你新开，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3大主轴。节目的前面还是会跟大家回顾一下手机的历史，毕竟手机不会说话嘛，帮这些老机跟大家聊一聊当年勇。而第二个部分，如果有必要的话，会有一些简单的拆解和修复，甚至是刷机。最后就是这些老机，现今无论是2023还是未来2024、2025，究竟还能有什么样的表现的实测啦？话说，如果你手上正好、刚好、恰恰好有愿意割爱的老机，欢迎跟我们联系，非常感谢。在我左边手上的就是2011年年初登场的 Galaxy S 系列手机，右边的选手则是2022年年初发表的 Galaxy S22 Ultra。究竟这个11年之差，新秀和传奇的相见能够擦出什么火花？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先从外观看起，10年过去了，看这个正面、背面，就算我们把 logo 遮起来，这个圆角矩形的经典设计，你也能一眼认出这就是三星造的手机。说真的，我真心认为 S22 Ultra 就是 Note 系列，不开玩笑。我还是会常常把它口误叫成 Note 22，完全无法说服自己的潜意识。你看看旁边这一台 S21 Ultra， 这跟初代 Galaxy S， 他们俩明明才是一家人啊。顶部拥有在2022年已经被视为真品的 3.5mm 音讯接孔，旁边这边有一个滑盖，大家猜猜这是什么？不知道年轻的朋友有没有猜到，它就是 Micro USB 的传输接孔。当年的接孔可是有滑盖保护的，左侧也有个历史痕迹，吊饰孔，下面是音量键，右侧只有一个电源键，底部除了这里一颗隐藏在边框上的麦克风，什么都没有啊！看来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充电孔放在底部的行业惯例。老机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些没有规律的细节，在那个创意爆发的年代，没有规则，只有疯狂。接着我们拆开背盖。大家怀念了吗？左边是 Micro SD 卡槽，右边则是 SIM 卡槽，尺寸是传统的大卡。这边说一个 fun fact， 我们现在说的大卡，当年可是被称为 mini SIM 卡。下方就是可以拆换的电池设计，这就是当年你手机宕机、外出旅行的时候总是会怀念的设计。而到了2022年，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了，没有 3.5mm 接孔，没有 Micro SD 扩充卡槽，没有吊饰孔。没有可以拆换的电池设计，取而代之的是更强的蓝牙连接技术编码。而 Micro SD 扩充被视为落伍的储存方案，原因是因为速度慢，安全性不够高。取代的是更快、更大的 UFS 内建储存空间，还有云端。不过这11年也不是完全没有进步啦。从机身材料来说，这些细腻的金属、玻璃处理，虽然看起来都是大家熟悉的材料，不过仔细去想想，这也是慢慢才让质感上来。更重要的是，现在不需要把开孔堵起来，也可以做到 IP68 的防水防尘。这边欢迎大家底下留言，你最怀念哪一个消失的设计吧。接着我们开机。
真的超级经典的。当年的三星手机在开机的时候都会有当年度的主题音效，如果你一直都是三星的使用者，听到铃声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明明是不同手，但是听起来却很像的错觉，那就对了。这个经典的旋律是有名字的，叫做 Over the Horizon， 也是每代的 Galaxy 的主题铃声，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合集。然后以前的开机画面是会写着机器型号的，新的机器也拔掉了这个设定，剩下单纯的 Samsung Galaxy。眼尖的观众现在应该看到了一个细节，没错，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初代的 Galaxy S。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机海连发的美好年代，那你就会知道，光是挂着 Galaxy S 的机器就有很多变形。我们手上的这台 Galaxy S 型号是 GT i9003， 而原版的 Galaxy S 就是 GT i9000。这个 i 后面加4位数字的命名方式，也大致延续到 S4， 像是 S2 就是 i9100。照这个逻辑来说 ，i9200 应该要是 S3， 但实际上 i9200 被一只叫做 Galaxy Mega 的大萤幕手机占号了。接着 i9210 也还是 S2 HD LTE 的时代，因为 i92 开头的代号前面已经用掉了嘛，所以 S3 就正好对上了 i9300。而 S4 呢，依照这个规律，应该是 i9400吧？我们手上正好有，开个机。i9500 真狠啊，三星！如果说手机史上谁最爱跳号，三星一定榜上有名，而且只要跳号，就一定有大事发生。在 S5 之后，三星就采用了它的新的命名方式。之后聊到它的时候，再细细跟大家说这段故事吧。所以说回来 ，i9003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款机器呢？直接讲重点，外观上它跟初代的 Galaxy S 非常接近，它们最大的差异就是这块萤幕。第一个初代的 Galaxy S 采用的是 Super AMOLED 的萤幕，而这一台 i9003 在开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边写的 Super Clear LCD。大家都知道，以历史脉络来说，三星力推 OLED 是意料中的选择。但是回到2011年，那个时空下，大家还没有那么笃定 OLED 真的是手机上最好的选择，所以当年的 LCD 和 OLED 的阵营界限还是很明显的。别看今天 OLED 随便都可以达到上千尼特的峰值亮度，在当年你要在太阳下用手机，那必须得是 LCD 手机。亮度在当年是 OLED 的硬伤，所以没有谁好谁坏。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i9003 就是三星早期推的低规旗舰版本，在某些地区被称为 Galaxy SL。虽然我不确定这个 L 是什么意思，所以知道的朋友欢迎帮我们在底下留言解答一下吧。但 i9003 就是一支更偏向 CP 值定位的旗舰，所以三星把储存空间从 8GB、16GB 降到了 4GB。处理器从三星的 Hummingbird 换成了德州仪器的 OMED 3630。那谁比较强呢？当年的三星的 Hummingbird GPU 更强一点，但是没有差到非常多。不过 i9003 的电池更大了，从1500毫安时提升到了1650毫安时，重量达到了133克。从开机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台 i9003 当年是跟远传联手推出的，在系统内也有许多客制化的 App。我们就先来看萤幕吧。Galaxy S i9003 采用的是一块800×480解析度5:3萤幕比例的4寸 Super Clear LCD 大萤幕。没错，大萤幕。如果你去看当年的评测，4寸可是一只大萤幕手机啊，甚至用上了超大萤幕这样的形容词来说一块4寸萤幕。覆盖的则是康宁大猩猩玻璃，而 S22 Ultra 这边则是一块3088×1440，已经达到3K 边床的萤幕。以萤幕的像素来说 ，S22 Ultra 是第一代 S 系列的11.58倍。不过当年的萤幕小嘛，所以如果看的是像素密度，也就是同样面积下的像素数量，也就是233 ppi 跟500 ppi 大约2倍的差异。有一个小趣事，在我们说到这一台 Galaxy S 的时候，其实上面贴着一张塑胶保护贴，但经过了11年，早就已经刮花变成了雾面，所以我很直觉的就把保护贴撕掉，想说等一下买一张贴上去就好了，甚至想说帮它贴个玻璃的，结果不思不知道，对耶，当年是有保护贴没错，但是好像没有玻璃保护贴。
我找遍了整个2023的各家平台网络，完全没有看到它的任何一张玻璃保护贴。没想到啊，连玻璃保护贴出现的时间都比这只手机晚了一点。想想也对，那个时代荧幕也才刚用上康宁玻璃不久。不过值得嘉许的是，这块 LCD 的寿命比想象中的好蛮多的，完全没有 LCD 变黄的问题存在。后期的这些机器反而都在某个时间段后就集体变黄了。喇叭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对比，大家直接听吧。那个年代连喇叭都还在机身后面，更不用说双喇叭了。系统效能这一 part 我超想跳过了，因为在2023年内建的 Android 2.2.1 几乎已经完全无法使用了，但并不是不顺哦。而这一则由 Google 发出的公告清楚地说明，我们不允许在搭载 Android 2.3.7 以下版本的装置上登录 Google 账户。刷机的话 ，i900 系列也不算好玩，因为当年的 SoC 效能本来就非常受限了，所以之后还继续折腾的资源就比较少一点。再晚1-2年的 S2 资源就多了很多了，所以系统部分就分享一些当年的小细节吧。第一，大家对这个检查更新的动作是不是很熟悉啊？我们就进到 Galaxy S 的设定，咦，到底在哪里？怎么找不到系统更新呢？没错，当年的 Android 一开始可是不支援 OTA， 也就是透过手机直接从伺服器下载并且进行更新的，而是要透过专属的连接软体，像是三星自家推出的 Samsung Kites 连接后才能进行更新。可是这个软体到2023年了，不止被 Windows 层层封锁，就算连上了 i903 还是无法更新，放弃。第二，当年还不盛行在状态列显示电池电量，你需要经过层层选单，才可以在设定中看到电池电量的百分比。第三，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各种系统动画，像是滑动效果、切换动画 ，Galaxy S 虽然有做简单的过渡动画，但预设都是关闭的。这些过渡动画如果要顺，效能需求还是蛮高的。第四，深色模式其实不算是新功能，没有想到吧？在11年前 ，Galaxy S 的所有 App 界面都黑得非常彻底。或许也跟黑色画面有助于 OLED 省电的逻辑有关。最后，我们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吧。Galaxy S 这边采用的是一颗500万画素、解析度2560×1920的主镜头，而 S20 Ultra 这边的主镜头则是一颗最大12000×9000的11800万主镜头。像素量又是21倍的差距。当年的相机界面功能不多，但其实比今天的选项还复杂。像这个场景模式，现在就让 AI 智慧辨识取代了。这边有一个曝光值，现在只是在对焦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调整了。不过前镜头就算是 Galaxy S 的亮点之一了。当年手机有前镜头的机器还不算多，所以这颗30万画素的镜头也让行动视讯的可能性诞生了。我们这边也拍了日拍对比的样张，让大家参考11年的差距。来看样张，这10年以上的科技进化还是肉眼可见啊。差异最大的地方，当然就是这意料之中的解析能力，还有色彩还原。尤其是在这种逆光场景之下，2022这些旗舰手机的 HDR 算法、感光元件尺寸和镜片组的光学优势就出来了。放大来看，单看左边这张的照片，你永远不会知道，原来这个池塘是有铺瓷砖的啊！而且这还仅仅是 S22 Ultra 17200万模式之下的表现。如果再加上2022手机 ISP， 也就是影像处理能力的提升，像是高通 H1 的效能不怎么样。但说到 ISP 本身还是很强的，加上三星的算法，这个1亿像素的主镜头也可以做到 HDR 还原。放大来看，这个细节冲击还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夜景吧，其实也不是比谁比较好了，而是拍不拍得到。嘿，你看，上面甚至还有一颗星星。
做这个系列，其实就算是每天摸各种手机的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感触啊。2022的手机影像，我们总是在比那只有5%的细节差异。探索尖端科技的确必要，也是促使我们不断进展的动力。但是以用户的实际体验来看，拍得到再论拍得好，我觉得还是影像评测的根本。就像三星多颗镜组3倍、10倍光学的存在吧。虽然比低亮度的场景对些长焦不算强势，但就是有了这些镜组的存在，才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捕捉到很酷的远距画面，留下那个美好的瞬间。几年后回来看，还是非常动人。我非常喜欢老机评测的节目，不只是看一看这些传奇的当年勇，而是可以让我们跳脱各种框架，用全新的角度来看2023的科技发展。看完了样张，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觉得11年前的相机是个笑话，还是活在2023的我们真的太幸福了？无论你是哪个，越拍到后面，我越觉得手机上有个相机真的很美好。尤其是2023的我们，按2下电源键就可以启动相机，马上捕捉这一刻。相片呢，从来都不只是拍照的品质，更重要的是这些随手记录下来的人事史地物，在10多年后回头来看，你看的依旧是拍到了什么？是家人？是朋友？还是宠物？还是看到了你的人生？我觉得老机回顾就是这样，这些老机肯定没有我们手上任何一款新旗舰来得好，但就是这个探索科技、不断尝试走错路的过程，才让我们这些后人有机会享受到美好的科技体验。Galaxy S 作为非常前期的 Android 手机，没有这些年历代开发者的努力，我们永远不会看到 Android 13。当年的开发团队在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一条选择守旧还是加入团战的道路，有蜕变，有辉煌，有日落，也有倒下的高墙。就是这条路，让我们看见了后来的 S、Note， 甚至是 Foldable。祝福这些还在努力探索创新的每一个品牌，都能持续端出好料，让我们10年后继续回顾当年的美好啦。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重点了。你看完了第一世代的 Galaxy S 开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有愿意割爱的经典手机，也愿意分享给大家看到开箱，欢迎联系我们，万分感谢。那影片差不多到这边，我是驴子，我们下次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